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这个教学海报系列之护理口诀哈。在一开始呢，我们一定是和大家强调这个护理口诀对于我们理解和记忆，其实是一个非常方便这么一个学习的方法。大家呢也不只是说限于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些所谓口诀呀，或者是一些什么记忆的这种几个字大家呢完全可以自己去创造按照自己对于这个知识的理解当然你可以参考其他的学长这个他们的经验如果觉得他们的经验好你就直接用如果说自己觉得自己创作的更好呢，咱们自己就创作所以这个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口诀呢，都是我自己这个应该说是在学生时代认为是非常好用的。那么，对于知识的深刻理解和我们培养出来的临床思维是我们通过这个执照考试最可靠的保障。那么下边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的这个护理口诀主要讲的是什么呢？急性左心衰或者是肺水肿它的治疗原则我们知道急性的左心衰包括这个严重的话，它就会伴发急性的肺水肿，所以呢，这两者之间呢，基本治疗原则是没有什么差异的。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通常病人是症状会比较严重那么他的这种各方面的表现是吧？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左心衰的典型表现大家马上要想到有什么典型的表现？呼吸困难是吧？这个脉搏无力这个尤其是远端的肢体你像肢体的末梢有什么苍白、冰冷是吧？还有什么肺部相关的体征你可以听到什么 crackle 就是失罗音这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肺水肿的一种表现了这个患者呢，通常是怎么样？叫做端坐呼吸，是吧？他躺不下去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典型的急性左心衰，或者合并有肺水肿的这种临床的症状。那么我们治疗上大家记住只要是遇到急性左心衰或者同时合并有肺水肿记住这个口诀，叫做什么呢？端坐位，腿下垂，吸氧利尿，打吗啡非常好背大家念几次就记住了下面我们说一下什么它代表了什么具体是怎么应用。端坐位其实就是指的让病人呢坐直或者是其实有的时候由于病人这个时候状态可能不是太好他可能得半坐就是后边他得靠着这都没问题只要是基本维持在一个坐的这个姿势就有利于什么呢？他的呼吸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坐姿的时候，我们腹腔的脏器呢下沉它会有重力的作用，导致腹腔脏器往下移动，从而呢减轻了对膈肌的这种压迫我们胸腔呢这种呼吸运动的空间就会适度的增大，而且阻力会变小。这就是为什么端坐位会起到有一个比较明显、比较迅速的改善他呼吸困难的这么一个效果。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端坐位是病人本身其实就已经不自主的就已经保持这个姿势了你想让他躺，他很多的时候他都躺不下去因为他一旦躺下的话，由于腹腔脏器上抬压迫了胸腔，那么他的呼吸就会更加困难所以病人基本上自己都要撑着都得坐着就算再没劲儿他也会坐着的，这就是端坐位那为什么要腿下垂呢？大家看这个图片这个姿势他这个病人他的双脚是放在地上的双腿下垂的这么一个姿势。腿下垂它有什么作用？其实腿下垂的作用主要是由于什么呢？在这种坐姿下，它的下肢静脉回流会减少
这样相当于什么呢？回到右心的这个血流减少了，那么心脏的这种我们叫做前负荷就会下降，从而呢减轻了心脏的负担。减轻心脏负担对于这个心衰的患者，那自然是非常有帮助，对吧？那么腿下垂的目的其实就是什么？减少回心血量从而降低心脏的这种负荷。那么再看吸氧，吸氧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般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呢，都要什么？面罩吸氧你如果说还鼻导管吸氧，而且流量又比较低它就作用有限。所以对于这种比较紧急的患者，我们为了让患者有一个迅速的这种血氧的改善通常会用面罩。面罩吸氧呢，它这种吸氧的效率更高而且吸入氧浓度呢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对于改善血氧的这种指标会非常的有效一般我们说的高流量吸氧呢，至少要有一个6到8升每分这么一个流量当然还可以更高，是吧？那么面罩呢，我们一般说其实常规只要病人不是特别的缺氧的状态，用一般的这种吸氧面罩上面有窟窿这个可以和周围的空气是有一个交流这种面罩其实也够用。但是如果是病人确实这种缺氧的状态非常的严重我们最有效的一个面罩是什么？叫做 non-rebreather 面罩就是没有这种再呼吸这种面罩。那么大家要知道就是它是可以迅速的提升你的血氧那是最有效的一个面罩，叫 non-rebreather 那么这个通过这种高流量的一个面罩吸氧，通常就会让病人的血氧呢饱和度我们就看这个指标就行了。它的血氧通过这种脉氧饱和度我们在手指上加一个夹子可能就可以在几分钟内有一个迅速的提升那么再看利尿利尿呢，我们这个时候一般用的什么 furosemide 我们叫做其实商品名就叫做速尿，是吧？福赛米有的时候英文它叫 Lasix 这几个比较常用的词汇。那么它说的就是什么速尿为了达到一个迅速的利尿呢，通常我们也是用静脉注射静脉注射这个方法是最快。那么可以怎么样呢？让它迅速的排出体内这种多余的液体。速尿用量我们一般20毫克到40毫克这个静脉或者滴注包括肌注也行但是呢起效肯定是静脉最快。那么给速尿的意思是什么呢？让体内的水分尽可能通过尿液排出来你体内的这些水，当然对于左心衰的患者，其实很多的时候它是通过速尿把这种组织间的这些水那么就是通过这个血液循环直接给它排出来减轻了这种体内的这种液体负荷其实呢这个血容量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打了速尿以后因为它什么排出液体太多了。那么当然这个你在有些患者身上可能这个就不是个好现象但是对于急性左心衰和肺水肿的患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也是降低它这种前负荷，对吧？你让这个血管里的这种液体都大量的排出来那么它回心血量肯定就少了这个患者呢这种心脏的负担就会减轻所以这个和谁这个速尿其实和这个腿下垂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是比较接近的比较相似。都是为了减轻心脏的负担因为你这个时候左心衰是吧？你心衰的时候，你再给它加这么多负担是吧？老给大量的液体让它去往外蹦，这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呢，通过这些方法就会让心脏本来就已经很衰弱了，给它减减负担吧，别给那么大压力了就是这个意思。最后一个打吗啡打吗啡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吗啡它有什么作用最重要的一个镇静是吧？止疼这些作用，可以通过这些呢，因为这种左心衰的病人，大家要知道，急性左心衰的患者通常伴有很明显的焦虑就是这种精神非常紧张
用了吗啡以后呢，它有这种镇静镇痛作用啊，所以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他的这种紧张和焦虑。那么紧张和焦虑，大家知道一定会让你的心跳变快，是吧？让你感觉到负担很重。那么这种负担就会加剧你这种左心衰的症状啊，加重你心脏的耗氧啊。用完吗啡以后呢，这种患者的焦虑就会有明显的下降啊，就舒服了啊，就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这个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心肌的耗氧量啊。那么同时呢，其实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就是改善你这种心脏的这种也是回心血量啊，它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啊，包括对于你的这种呼吸，对于气道，其实也都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作用啊，咱们就不做太细致的解释了啊，因为吗啡这个药其实它的作用比较多哈。那简单讲啊，其实吗啡至少啊，最简单的记忆方法就是什么？镇静止痛啊，降低心肌耗氧，这个就可以解释啊为什么要用吗啡。但是大家同时要知道，什么吗啡有一个不太好的方面是什么呢？它会抑制呼吸哈，它会导致病人的呼吸频率变慢啊，有一定的这种从中枢上抑制呼吸的这种效果啊。这个效果其实可以说在这个时候是一个不是说非常好、非常安全啊。所以呢，我们如果用吗啡的话，要注意监测哈患者的呼吸啊，有没有呼吸次数变慢。如果说已经低于咱们正常的呼吸次数是吧，12到20次，低于这个频率，那么你就要注意了，你这个量可能有点大啊，马上你要注意，是不是需要呼吸机呀？是不是需要辅助呼吸呀？是吧？这些事儿啊。好，我们再一起来复习一下啊。如果病人出现了左心衰、急性左心衰或者肺水肿啊，那么我们就怎么样？端坐位，腿下垂啊，吸氧利尿打吗啡啊，这个口诀。再另外提一点哈，急性左心衰大家要和什么急性心肌梗塞这个概念之间搞清楚啊。急性心肌梗塞，尤其是什么急性大面积心肌梗塞啊，会在很多的时候直接导致是急性左心衰啊。所以呢，如果这个题里边啊，它描述的是一个突发的一个大面积心梗的表现啊，其实后边接下来就是急性左心衰。那么你可以只要出现了这些情况啊，你就可以适当的采用咱们急性左心衰的这些原则，端坐位、腿下垂、吸氧利尿打吗啡来针对这个发生了大面积心梗的这种患者啊。这两个所谓急性左心衰呢，是它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感谢大家。